你有好奇過米其林星級餐廳的後廚到底長什麼樣嗎？他們有多少人？每個人都在幹啥呢？今天我要帶你們體驗的不是米其林餐廳裡安靜、優雅、細緻服務的那一面，而是帶着這份好奇來沉浸式體驗一次與廚房零距離的、充滿煙火氣的、真實而沒有濾鏡的，同時又熱鬧歡樂的一餐。嗨，我是喜歡帶你們探尋美食的肉仔肉。今天讓我們一起坐在米其林餐廳的廚房正前方，來體驗一套板前法式套餐。這個是平常在米其林餐廳完全體驗不到的，非常沉浸感，對，很有沉浸感的這種感覺，很有意思。落座之後，經典的3道式開胃菜小點開場。頭道是青蘋果與紅蝦刺身組合起來的小卷，果味清新，微酸襯托出蝦肉的鮮甜，非常打開味蕾。同時，肉嫂餐酒的第一杯開胃香檳也到了。Mumm雖然是一個商業化運作略顯浮誇的品牌，不過這支私藏系列的 RSRV 4.5也算是難得出淤泥而不染的佳品了。複雜的果香和蜜香非常的抓人。很清爽的香檳，我們去年還去參觀過它的酒窖，你記得嗎？我看到了上千瓶。老規矩啊，我要開車，所以我點的是茶。沒想到它的茶居然是用紅酒瓶裝的，但是你喝起來其實就是東方樹葉。開胃菜第2道，孔泰奶酪苦菊松露小塔，質感絲滑，像一口鹹鮮濃郁的孔泰巴斯克蛋糕，苦菊爽脆清口，松露提味，整體搭配非常不錯。我喜歡那個起司的味道，松露的味道也不搶味，稍稍有一點。然後就是他們家的招牌甜菜牛肉塔塔。哎，它那個甜菜脆片真的還蠻有意思的哎，沒想到是做成葉子形狀的甜菜，我還以為是紫蘇葉或者是泰國羅勒。這個位置真的是很有意思哈，可以看到他們整個廚房的工作流程。你們看剛剛那個小紙張，就是記錄每一桌每個客人的出菜流程的，出了哪些菜就劃掉一個。可以看到舞台背後的樣子。這裡可以給你們補充一下背景知識：現代法餐或者說我們熟知的米其林這類體系下的精緻料理 Fine Dining， 後廚出菜的流程大致可以分為4步：Concept 構思、Mise en place 備料和預處理、Cuisson 烹飪和 Dressing 組裝擺盤。和咱們中餐體系非常不同的地方在於，法餐中前2步就佔了整體工作量的80%，但這大部分的工作其實是在我們看不到的時間中完成的。而從我們這個視角望去，能看到的是緊湊的廚房空間被劃分為了2個區域，一邊是熱火朝天負責煎炸烹烤的熱區，另一邊是負責組裝擺盤淋醬收尾的冷區。他們此刻正在進行的正是那剩下的20%，所以台上1分鐘，台下10年功。這句話同樣適用於米其林餐廳的廚房。回到我們的菜上，正餐第1道正式到達，這是非常應季、正當肥美的大扇貝，主廚也親自過來給我們講解起了這道菜。Donc la Saint-Jacques ici marinée, on va avoir avec l'algue nori, la poire, le lait ribot et une huile de mélisse qui va amener toute la fraîcheur avec un voile de poire et de barde de Saint-Jacques à déguster en 2 cuillères parfaites ici. 說要一口吃掉。那個啫喱和那個醬汁的那個口感搭配起來有點太爽了，扇貝是正好在那個爽脆和綿密之間有一個口感層次的過渡的感覺，又特別的清爽。緊鑼密鼓，第2道菜是招牌的煙燻鰻魚配鵝肝和洋蔥湯，老招牌菜了哈，老夥伴們應該會記得上次我們就是這樣喝的，有點像佛湯的那種感覺，就是有洋蔥香料的感覺，肥美鮮甜，然後有很濃的煙燻的味道，很爽。侍酒師給我配的呢是一個雷司令，這款它是稍微酸澀一些的，檸檬的、青草的、創物的味道。鰻魚它是用煙燻過的，配上創物味道的雷司令，是蠻有趣的搭配。我們的第1款隨餐麵包是有着土耳其貝果之稱的中東地區的傳統麵包 Simit。
他们这次是搞了个中东那边标志性的一款蘸满了芝麻的一个面包圈，是非常的有韧劲儿的，但是它这上面加了一些额外的香料，单吃它都是一种蛮好吃的一个贝果。随着下一杯餐酒的到来啊，厨师们也已经在做着第3道菜的最后收尾工作了。伴随着浓郁的芹菜味，加上焦糖和焦化黄油的香味啊，这道菜最后由副廚呈上，并且進行講解。Le céleri qui a été cuit dans le beurre noisette puis déglacé dans son propre jus。副廚 sous chef 是僅次於主廚的團隊核心，這個類似於總經理的角色啊，其實一點都不好當。除了統籌出餐、控制節奏，確保每一道菜在對的時間以對的狀態離開廚房，他幹的最多的活啊，其實就像是萬能膠。廚房裡一旦哪裡出了問題啊，他就得去哪裡修修補補，所以這是一個兼具實戰技藝和管理能力的角色。這也是屬於非常經典的一道法餐中的蔬菜了哈，芹菜根。它用了焦化黃油去做醬汁，你能吃到焦香味。然後呢，它又配了一點咱們國內經常說那種姑娘果，給了一點酸度，非常的香。整體的味型其實是有點接近於宮保汁兒的一個感覺，小甜微酸，配這個蔬菜還蠻有意思的。緊接着，第2道碎菜麵包就上來了，當然還有我最愛的黃油。它是用全麥麵粉做的，不離休，又有麥香又有黃油的香味，哎，這個蠻有意思的。此時，廚房的冷區正在做着下一道菜的收尾，傳菜聲啊也此起彼伏的叫響起來。給我們上菜和講解的正是另一位更年輕一些的第2副廚，也就是廚房團隊中的副總經理。你用中文介紹吧，你給大家。所以這個是我們菜單中的一個雞蛋的料理，推薦先從這個花束開始，裡面有西洋菜、芥末菜，還有蒲公英的葉子，是有一個香草油醋汁的一個調味。然後之後呢是這個雞蛋，底下有一個西洋菜的切碎的蔬菜，還有一個白醬油漬的蛋黃和香草的一個泡沫，還有一個玉子醬，可以拿它蘸着進去吃，也可以把它敲碎拌進去，隨你喜歡。好，謝謝。我覺得很好吃。我感覺自己像是隻山羊，就這樣。這個簡直就是 Luxe Plus 版本哈，上面鋪滿了魚子醬。我發現這是中國文化還是法國文化裡面，好東西都是用雞蛋配的。因為雞蛋本身不搶味，雞蛋是一個很好的載體。雞蛋配萬福。說實話，我覺得有沒有魚子醬對這道菜的影響其實沒有那麼大，它本身就已經足夠的有意思了。這是 Beaune 產區的一款100%沙多內，是勃艮第非常非常好的一塊產區。餐程過半，第5道啊，由法國藍龍蝦壓軸登場。Vous allez retrouver un peu de pistache, chou-fleur, feuilles de vigne et un condiment de sarrasin. C'est la racine de l'orchidée. Ici, vous avez une bisque de homard qui est infusée au cardamome. And in the middle, you have traditional Israeli pizza with meat of the claw of the lobster and a little herb salad. 哇，我愛它這個熟度。這個蝦腦醬做的真不錯，我想要跟它再要點麵包。有一種原湯化原食的感覺。就是白葡萄酒一般和海鮮它是絕配，這個葡萄酒你可以品到奶油的味道、蜂蜜的味道，你和甘甜的龍蝦它是很搭的。這個他們說是中東披薩，上面也是配了龍蝦肉，有點像咱們的馕的感覺，香香的，蠻有意思的。我要用麵包來蘸這個蝦頭醬。海鮮結束，迎來的是清口冰沙，這是在為菜單的高潮部分做準備。南法的 gin 配的香菜冰。有點太冰了，這個。哇，好清爽呀！在海鮮和肉菜主菜之間來到這個，就能重置你的味蕾的感覺。啊，你們可以聽到哈，他們家跟其他的米其林很不一樣的一點就是大堂持續都是非常熱鬧的狀態，因為廚師團隊會不斷的過去介紹菜，過去聊天什麼的，就是有一種很熱火朝天的氣氛。這個也是他們做大做飯的這個初衷之一啊，就不像傳統米其林那種板板正正、規規矩矩、一板一眼的那種感覺。第6道，這是一道狩獵季氛圍濃厚的熟成鹿肉。C'est maturé dans la cire d'abeille. Ici, vous avez quelques éléments qui vont être dans le plat, par exemple la groseille, qui va être dans la sauce, et le cynorhodon. Un plat autour des arômes du forêt.
chasse ici. On va retrouver au milieu le dos de cerf, lui infusé ici avec de la ventrèche de thon. L'épaule de cerf confite garnie ici dans une feuille de chou. Pour la dégustation, allez chercher vraiment le tout ensemble pour la bouchée parfaite. Thank you. 每年的9到12月啊，是法国法律允许的狩猎窗口季，所以脱胎于贵族料理体系的传统法式米其林餐厅，也就有了狩猎季菜单这么一个说法。鹿肉狍子、野兔、野禽都是这个季节里最具代表性的风物，而真正考验主厨功力的呀，并不是野味本身，而是如何把这些野味驯化，使它们既能保留季节的性格，又能优雅地出现在餐桌上。这呀，正是传统的法式米其林主厨大展身手的时刻。我觉得就像 chef 刚才说的，很给人一种打猎的氛围感。这个酒呢是南法的一款酒，它是由2种葡萄混酿的，一种呢是老藤的格赫纳什，然后还有西哈，自带的红果香，轻轻的木质调，就和整个狩猎的氛围非常大。确实，其實一般來說，鹿肉真的是比牛排硬非常非常多的，因為鹿肉脂肪含量很少，森林裡面跑的比較多，它的肌肉非常非常緊實的那種，但它這個熟成過後，肉質是有一定軟化的，然後確實野味比較重哈，但配上它這個醋栗打底的酸醬汁啊，還蠻有意思的。肉類結束，侍酒師居然抱上來了這樣一個大壺。20 years 和我一樣大呢。這是一款來自南法名莊 Mas Amiel 的20年陳氧化型甜葡萄酒。當甜酒上場時，也就意味着套餐已經進行到了咱們頻道的舒適區甜點環節了。Anyway, it's mainly Grenache, almost like a tawny port. Okay, thank you. Yeah. 聞着好香，有蜂蜜的香味。哦，哇，這個很有那種自家釀的葡萄酒的感覺。對，而且這個其實很像波特酒，很有陳釀發酵陳腐的那個味道，但是它同時酸甜調還挺明顯的，好喝哎。這是我們的一個胡蘿蔔的一道前甜點，是我們很好的農場的胡蘿蔔，然後配了一個 bergamot 和 saffron 的一個 sorbet， 最後澆了一個 carrot caramel， 拿出來嗎？我們能聽懂，我們回去給你配。很清爽，就我們真的都很喜歡那種清爽掛的甜點。本來法餐中的醬汁就有非常多的奶油、黃油，加上麵包、黃油這些東西，有一個清爽的甜點收尾，真的就非常非常的棒。它那個醃製的小胡蘿蔔也蠻有意思的，但我整體更喜歡它這個雪塔丁。目不暇接，還沒怎麼休息，第二道甜點就來了。這是一個很秋天主題的甜點，外面是一個脆的可頌，底下是一個香草的一個 crémeux， 上面還有一些 topinambour 栗子的脆片，然後還有栗子的氣泡，還有一些黃酒的啫喱，裡邊還藏了一個 miso 的一個冰淇淋，最後是一點那個發酵的栗子的一個汁。OK， 很秋天，我喜歡他們這個甜品，就是整體就是一個非常秋天大地的這麼一個味道，而且甜度控制得很好。它上面那個黃酒啫喱又很好的給到了一丟丟的酸度，其實它有點像一個不是很典型的蒙布朗，非常非常秋天。非常棒。當套餐的佐菜結束，我們邊吃邊聊，回過神來，已經是凌晨0點30分了。廚房團隊卻仍然在收拾備料，開始做台面和地面的清潔。每天至少12個小時的高強度站立工作，在法國這個以鬆弛感著稱的社會氛圍中，顯得多少有一些格格不入。但當我們問起法餐為什麼能以一己之姿傲立在西餐世界之巔時，或許這一滴滴流下的汗水就已經是最好的答案了。簡單總結一下，既然我們今天這個 menu 是155歐，然後肉少加了 wine pairing 配酒，所以今天總共的價格一共是432歐。然後我是覺得哈，第二次來訪呢，首先它的招牌菜的味道還是沒有變，還是很能打的。然後新的秋冬菜單呢，有很多時令的東西。今天我最喜歡的其實是那個甜點，那個栗子塔。對，不是那個鹿肉，因為我覺得非常有意思。我之前不太有記憶，我吃過鹿肉，但這次我覺得非常有記憶點。會比較喜歡那種有野性的味道的。對，因為它整個氛圍感給得很好，就那盤菜，
我就觉得就是有那個打獵秋天的氛圍，因為本來秋天也是法國人打獵的季節。配的酒也不差，那個酒也非常的有野味兒，配的很對，對，很有意思啊。但是我覺得今天更有意思的是，坐在這個2個位置，以一個全程旁觀廚房的這個視角過了一晚上，有一種在跟他們一起做飯、一起吃飯的那種感覺。特別是，你能看到每一道菜從出餐到呈現的整個過程，包括擺盤的整個過程，這個是平常在米其林餐廳完完全全體驗不到的，非常沉浸感，對，很有沉浸感的這種感覺，很有意思。大致就是這樣。不知道你們今天最喜歡的是哪一道菜呢？歡迎彈幕留言評論告訴我，也非常歡迎你們把這期視頻分享給你身邊喜歡法餐、喜歡法式料理的朋友們。如果你還喜歡這期視頻，請你記得一定要幫我點讚、轉發、投幣、收藏，一鍵3連。如果你還想跟我一起去探索和制作更多的美食，那麼請你一定要記得關注和訂閱我的頻道。那麼咱們這期視頻就先這樣，下期視頻再見 ，Peace out。